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介绍我自己很常用来学英文啊，或是规划时间的 App。那在学英文的部分呢，其实我自己最想要加强的是口说还有阅读，所以今天的 App 都会围绕在这2点上面。那另外呢，我会介绍一个时间规划的 App， 那它很特别的是，它是专门为 ADHD 还有自闭症的族群所设计的，所以它是特别强调视觉化还有拆解任务。那它是一般人也都可以用的，没问题。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常分心啊，或者是你也是 P 人的话呢，一定要看下去哦。首先，第一款我要来介绍的是 ChatGPT。那网络上面呢，用 ChatGPT 学语言的方法其实有超级多种，但是今天我只想要介绍我自己真的有在用的2个方法。第一个呢是双语对照翻译。顾名思义呢，就是我今天丢一段文字，就是原文，例如说英文进去的话，它就会自动帮我切换成一句原文，然后一句中文这样子的形式。那这个呢，可以用在很多地方，例如说歌词翻译啊，然后信件翻译，或者是新闻翻译。例如说，我今天看到这篇新闻好了，然后我想要学习里面的单字，或者是看看它的用法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先把它圈起来，然后呢，我再到这个专案里面直接贴给它，就是什么字都不用打，直接贴上就可以了。那现在后面上面它就是已经翻译完了，然后就可以一句英文，然后一句中文。那我自己的方法是，我会阅读英文，那发现有不太会用的字或是不太会用的片语的话，我就会立刻看下面的中文，我就不用自己再去查字典或者是用翻译。然后例如说，我今天想要听发音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先把它选起来，然后这边会出现 iPhone 自己的选单，那你就往后滑，它下面有一个翻译，这边你就可以去听它的发音。Polar opposites。2极对立，这样你就学会了。好，那来看一下我的这个专案是怎么设定的哦。就是这个专案是你设定完之后呢，你只要丢你的文章进去，它就自己开始帮你翻译。那它设定的方式是你在 ChatGPT 这边呢选一个新专案，然后里面我给它的指令呢就这么短，就是我叫它一句一句翻译成繁体中文，然后每一句都要让我对照着看。那这样设定完这个专案之后呢，你每次进到这个资料夹，你就可以直接丢资料给它。那其实这个功能不只是 ChatGPT 有，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 AI 都有啦，只是它的名称可能不一样。例如说，在 Gemini 里面它叫 Gem， 就是一样都会出现在左侧边栏位，然后里面这个 Gem 它其实就是专案的功能，它就是你先设定好提示词，你就不用每次再重复打了。好，那再来下一个要提到的是 ChatGPT 的语音功能。我现在在测试语音功能。你要不要跟观众打个招呼？没问题。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很高兴在这里和你们打个招呼，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很愉快。那 ChatGPT 我主要会拿来练习自由对话，就是随便的闲聊、随便的聊天，然后任何主题都可以。我觉得这个超大的优点就是 I 人友善，就是完全不用怕犯错，然后它也不会没耐心之类的。那虽然说 ChatGPT 它的语音功能已经算是非常自然了，但是我觉得跟真人还是有一点落差啦，就是因为 AI 都被设定成永远都要正向。就是不可以有负面情绪，然后一定都要讨好使用者，所以相处起来其实跟真人还是有落差。然后呢，他的每一个回答听起来都有模板，就是他的回答的第一句话常常都会是一个总结，就是你刚刚讲完话的总结，或者是称赞你好棒棒，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很棒啊。然后最后一定会用一个问句结束。我自己不太喜欢这样子的模板，但是因为 ChatGPT 真的是目前我觉得语音对话最自然的 AI， 所以就也没办法。而且现在呢 ，ChatGPT 这阵子更新了一个功能，就是它的语音现在也可以直接看到对话了。就是在画面上面呢，你开始跟它对话的时候，一样会有这样子聊天的视窗，你就可以及时看到它的回答。还有一个方法是我之前有用来练习片语，但是就没有很持久，因为它有一点麻烦。这个方法呢是比较机械性的，就是例如说我今天给他一个主题，例如说水管堵住好了，我就会请他给我3个描述水管堵住的句子，然后再请他给我3个解决方案，例如说水管堵住要怎么办啊？可能请工人，或者是要去买通马桶的那种药剂，然后最后还要再给我3个可能原因的句子，就是总共会有9个句子。那这9个句子呢，我会请他一句一句重复一直的念，就是例如说第一句水管堵住，他就会一直重复念那一句，然后我就会跟着他一起念，然后直到我可以无脑的说出那句话，我再进到下一句这样子。那这样子呢，练到最后，它就变成我口语上可以完整的描述一整件事情。例如说水管堵住了是为什么，然后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，不会说好像今天只学了一个句子，然后可能隔天就忘了。就像画面上面这边呢，我就是一直重复那一句，然后它就会给我一些 feedback， 然后最后就是可以呈现这样子的一整个叙事这样。那在开始之前，其实你可以不用直接开始跟他对话，你可以先用文字跟他讨论你想要学习哪些东西，然后讨论完之后呢，你再用语音开始跟他练习里面的句子这样子。再来第3个要来讲到 ChatGPT 的用法，就是心理分析。因为 ChatGPT 它有记忆功能嘛，所以跟它相处一段时间之后，它就会比较了解你。那虽然说我觉得它讲的东西，其实大部分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例如说，我是一个很容易就是拖延的人，我本来知道这件事情，可是我觉得让 ChatGPT 去分析我的个性还有我的优缺点的话，会更具体化。
那具体化之后，你就知道可能要怎么解决啊，或者哪些方法其实对你来说是不可行的。例如说，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按表操课的人，就是我没有办法规定自己一定要在几点几分的时候做完什么事情，因为一旦我设定了那个限制，我就会压力超级大。所以他这下面呢，就是我就开始问他说，我平常的，例如说规划时间的方式应该要怎样比较适合我，或者是怎样学习语言的方式最适合我之类的。那像上面这边大家看到呢，我觉得他写的就非常好，就是我不太适合就是一般大家使用的那种行程表，我比较适合就是有一个大方向，就是我每天只要设定一个前进的方向就可以，但是不要限制自己一定要多少时间做完什么事情，因为那样子其实对我来说是不可行的。所以大家如果也想要用 ChatGPT 做心理分析看看的话呢，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跟他相处的够长时间，我觉得就至少1个月吧，就是让他了解你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提示词。其实我就乱写的，就是我就请他用非常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我的优缺点还有进步的方法，然后要详细一点。那他列出来之后呢，你还可以继续追问说，例如说学习的方法或是规划时间的方法之类的，我觉得效果都还蛮不错的。那下一个我要来介绍的是我自己会用来学习英文口说的 App， 叫做 Speak。那我很喜欢它的地方呢，就在于它补足了 ChatGPT 口说对话的不足，就是它比较有系统性啊，然后按照主题去学习，而且它里面也结合了 AI 技术，它可以把课程内容结合我自己的日常场景，就是超级高度的客制化。那以下呢是我非常喜欢它的5个心得。1、系统化学习，就很多时候都想练习英文，但是不知道该从何开始。那像一开始呢 ，Speak 会根据我的程度啊，还有目标推荐课程。学习英文口说有一个超级大的重点，就是练习之后呢，还要学会应用。所以它里面真的有非常扎实的反复练习，还有实际应用的环节。然后呢，它每一堂课其实都不会很长，所以花零碎的时间啊，例如说等车或者是睡觉之前上完一课，其实很快就不会觉得很烦。2、创建自己的课程。我觉得 Speak 它最强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课程高度结合 AI。它上完课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创建自己的课程，然后它就会开始问你一些问题，那你可以用中文回答它你平常会遇到的一些场景，然后呢，它就会把你日常生活结合到你刚刚学到的片语里面，超猛的。例如说跟厂商开会啊，平常修改影片里面的一些细节需要用到的句子呢，在里面都可以直接学到。就是你今天学到的东西呢，你真的是平常是可以用得到的。3、AI 自定情境对话，这个呢其实就是在模拟你平常真实对话的情境。这边呢可以自己设定角色还有情境，然后最好设定成你有兴趣的话题，像是动漫啊或是科技，又或者是说，例如说我最近想换手机好了，那我就可以设定成我自己是想要买新手机的人，然后 AI 是店员。那主题呢就是我们在讨论应该要买哪一只手机这样子。再来第4点是米字号纠错，这个是超级大重点。就是在对话过程呢，如果你讲错了，它旁边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米字号，那你点开来呢，它就会告诉你说你哪边讲错，或者它建议这边应该要怎么讲才对。例如说我自己呢，真的是介系词是超级大弱点。这边呢我就讲了 started with。doing a lot of topics， 那他就纠正我说呢，这边应该要用 by， 就是 started by doing a lot of topics， 或者是基本的这种忘记加过去式这种呢，一定也会揪出来。那这个设计呢，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，因为它不会打断你聊天的节奏，可是结束之后你会知道说你哪边需要修正。5、客制化复习。对话结束之后呢 ，Speak 会根据你刚刚犯的错误，自动帮你设成一个客制化的复习课程。所以呢，我就不用自己记录，也不用自己找教材，它就直接把我的弱点变成了训练的重点。所以我觉得用 Speak 练习英文口说真的蛮有效率的，因为它就是会针对你的弱点下去设计。还有另外一个小重点呢，就是换算下来订阅费用其实蛮划算的。年度会员每个月平均不到300块，就可以每天练习英文口说。如果你也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使用我的专属优惠链接，年度会员可以再享299的优惠。还有新注册的话，可以有7天的免费试用。链接放在资讯栏，有兴趣的赶快去看看吧。再来下一款 App 我要介绍的叫 Timo。那这款 App 呢，它是一款时间规划还有代办事项结合的 App。那比较特别，像我刚刚讲的，它是专门为 ADHD 还有自闭症这些族群所设计的，所以它特别强调视觉化还有拆解任务。然后我很喜欢的地方呢，就是因为它不是传统那种你一定要几点几分做完什么事情的那种 App。因为我真的用过太多那种时间规划的 App， 就是真的没有一个可以用下去的。但是这一款呢，它的弹性跟使用起来就是非常的直觉，所以就很适合我这种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人。那以下呢，就来跟大家介绍5个 Timo 的主要功能哦。首先第一个呢，来讲到代办事项的部分哦。下面呢，你会看到它这边有一排嘛，那我们先看一下代办的部分。代办事项这边呢是没有时间性的，所以你想到什么都可以加进去。就是你突然想到什么事情你应该要做的，你就赶快把它记下来，可能之后再安排时间啊之类的。那当你今天要开始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点一下它。然后这边呢，你就可以按开始工作，或者是你也可以按 schedule， 就可以把它排到今天，或者是任何的日期。那你设定成今天的话，例如说整理厨房，然后我想要今天做，然后它就会帮我把它排到今天里面，就是出现在这边了。
那再来第二个功能呢，就来讲到今天的这个部分哦。有没有发现它是没有时间的？就是它其实是可以选排版，你可以它的排版方呢，你可以去选说时间轴或者是精简模式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精简模式的。那在今天这边呢，它的弹性其实非常大，你可以加入你每天固定的行程，你也可以就是加入临时的行程。然后最下面呢，就是你今天做完的事情，它就会把它划掉。然后例如说你今天已经到了晚上，那晚上它会跟你做一个总结。总结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现有些事情还没做完的话，你可以按这个重新安排任务。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呢把它移到明天。那再来第三个呢是专注模式，就是今天呢，当我们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整理厨房了，我就按它嘛，然后这边呢就有一个开始工作，你按下开始工作，它就会跳到专注模式这边，就代表说它已经开始计时了。又或者是说你今天在待办清单这边啊，你也可以直接按开始，它也一样会跳到专注模式这边。或者是说你今天也可以单独使用专注模式，就是它不是一个行程，你也可以单独使用它的这个倒数计时的功能。那这个很不错的就是今天当你完成了一个模式，它一样会出现在你的今天里面，出现在最下面这边划掉，就代表说你今天有专注了这15分钟这样子。再来第四个我觉得很不错的功能就是拆解行程，就是今天当你在写任务的时候，例如说做影片好了。那制作影片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，你里面可能有很多个子项目，就是例如说你要写脚本啊，你要拍影片，你要编辑影片什么之类的。那它下面呢其实有一个任务拆解建议，你按下去，它就是会直接把里面所有的步骤列出来，我觉得这个超级方便的。那当然呢，你也可以去新增或是减小啦。然后再来介绍第5个功能，就是它的 AI 功能，它的 AI 也是还蛮好用的。就是在所有画面你会发现右下角有一个这个图标嘛，你就按下去，它就是一个 AI 对话视窗。这边你可以让它做任何事情，例如说，你就给它一长串的清单好了，待办事项的清单，你就这样随便乱打，然后你按传送。它就会自己新增待办事项，真的超强。或者是你今天要修改行程啊、删除行程，你都可以直接跟他说。所以这款 App 呢，是我自己目前用下来还蛮喜欢的一款时间规划的 App。如果你跟我有一样的问题，就是你没有办法按照时间表，没办法按表操课，或者是你很容易分心什么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。再来下一个要介绍的叫做 Language Reactor， 它是在电脑上面的一个外挂就是 Chrome 上面的 Netflix 双语字幕外挂。那其实 Netflix 的双语字幕外挂我用过非常多款，但是这一款呢真的是便宜又好用，就我有点没办法相信这么多功能竟然它是免费的。就是首先进来呢，就是在画面上面有分就是左边跟右边2个区块嘛。那左边这边呢就是平常我们看影集的地方，就是有双语字幕，然后右边这边呢就是所有的字幕的逐字稿。那很棒，就是你今天滑鼠移上去，它马上就会出现这个单字的意思，还有你整句的翻译，然后你再按下去，还有更详细的字典解说，还有例句之类的。那这边呢，你一样可以把这个句子加入你的最爱，或者是你也可以重播这个句子。那这边呢，我自己觉得很喜欢的用法，就是因为他们平常讲话非常快，一个句子里面只有1-2个字，你听不太懂的话，你就可以立刻看右边这边，然后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。那如果你不喜欢右边的这个视窗，你单纯想要双语字幕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关起来，就是这样子全萤幕。那它这边呢，其实还有一个超级变态的功能，就是右边的这个 AP， 这个 AP 叫做 Automatically Pause。就是自动暂停，它每一句话讲完之后，它就会自动暂停。比如说，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Sellers in this house are older than your nation. 它就会自己停下来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 shadowing， 跟读法，就是你每听完一句，你就会跟读，然后跟读直到你的发音还有音调什么都跟母语者接近，你就是学到这句话这样子。不过因为这个方法呢，它会完全打断你看影集的节奏，所以我自己是没有这么极端。我顶多呢就是使用旁边这个侧边栏位，然后我可能会重复播放同一句话，然后去做跟读，但是我不会每一句都跟读这样。那我会开始使用它，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看影集，那就顺便学英文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看自己有兴趣的影集，然后同时可以学英文的感觉还蛮不错的。所以以上呢，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的所有学英文啊或者时间规划相关的 App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用得很开心，最近用得很开心的一些相关的 App， 也欢迎推荐给我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